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最近终于在加拿大参加了10日内观的课程。那为什么会用终于？因为其实我跟 K 已经观望这个课，观望至少2到3年。第一，它不好报名，因为它是完全免费自由捐赠。温哥华这边它有2个点，每次一到开放就马上额满。很庆幸，终于在最近呢候补上，就一起去参加了这个课程。This way, men do it, right? Oh really? Yeah. So when we leave the car, it's the last time I see you for 10 days. Oh no. Can you handle it? Yeah. I can handle it. 参加这个课的动机呢，自己一直觉得冥想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但在生活上一直都没有很实际的去落实。每一天，然后 YouTube 上这个学一个，那个学一个，像什么调息法、冰人呼吸法、Yoga Nidra， 就是各式各样，做个几天或者是做个几个月就会又落掉，一直都没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像这个10日内观，就是提供你一个好的环境，专注于冥想。那这个冥想方式呢，不是随便人发想出来的，它是从佛陀的时代就开始的，但是一直都没有被发扬光大。那直到Goenka老师决定呢，把它推向世界，我们现在有机会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接触到最原始的冥想系统。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10天的行程和经验。这10天呢，其实不只有10天哦，还有第0天跟第11天。报到的第1天跟离开的那一天都不算。报到的那天其实是下午的2点到5点之间都可以报到。那时候我们就听说，如果你早一点到，就有机会睡单人房。所以我跟 K 就想说，那我们就早早到。结果到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分配到的是单人房。那我们刚好去的这一个点是在 Vancouver Island 的 Duncan， 相对其他内观中心是比较小的，男生跟女生各12个而已。报到的时候，还会有一张纸给你写你现在的身心状况，他还会给你这个小册子，让你理解这几天的规则啊、规矩，还有每天的行程。到了5点，全部人报到完成的行前说明会，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这时候提出。行前说明会之后，我们这10天最后一顿的晚餐，吃饱饭呢，就到集中冥想的地方，开始我们在那边第一次的冥想。一开始的冥想指示真的非常的简单，观察自己的呼吸，不去介入脑袋理解，觉得好简单，实际去感受这件事情有点不太一样，感觉不出个所以然，就觉得天哪，我怎么那么白痴？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可以感觉不到？开始骂自己，对自己很没耐心。到了真正的第1天，4点起床，就会敲这种钟，把大家都叫醒。4点半到6点半的时候，到集体冥想的地方一起进行冥想。昨天不是就超级疑惑吗？就真的感觉不到这个鼻腔。原本这种疑惑是想去问老师的，但发现慢慢的持续练习1整天下来，就 get 到这个冥想指示到底要你怎么样去练习，怎么样去经验这个呼吸。而且在第1天打坐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心里很浮、坐不太住的那种感觉，所以没有经验的人真的不用担心。在那边也有很多人是一开始会一直动来动去，大家其实一开始的呼吸声也比较大声，一直到最后几天的时候，越来越少人在动，大家的呼吸声也越来越平静。那我们那边早餐其实有点像小buffet，最主要提供燕麦粥、吐司、果酱、花生酱、芝麻酱，还有水果。吃完早餐到8点前，其实就是自由活动时间。那我们那边是有个很大的后花园，像森林的地方，可以去散步。通常吃完早餐就会出去走一走。11点到12点是 lunch break。那在加拿大这边午餐每天都是吃蛮不同国家的料理，有时候是泰式，有时候是印度、越南，就每天都有点不太一样。他们都会用比较天然的食材。下午5点还有 tea break， 他们想说就只是提供茶去泡，我想说那我也不要喝茶，因为我是那种接近要睡觉时间前4-5个小时喝茶很容易跑厕所，就不用去，因为我也不觉得饿，在那边真的就只是坐着。早餐跟午餐很足够一整天的身体能量，而且呢，接着的隔一天早上4点起床，完全不会有想赖床的感觉，因为你那天很早吃后一餐，睡觉的时候食物差不多消化完毕，睡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好好休息。那第2天我碰到一个困境，中餐不小心吃太多，一吃就觉得哇，这个好熟悉的味道，而且还有豆腐。后来才看到他做的是 mushroom miso gravy， 不小心吃太多，下午就超痛苦，开始胀气。万记得，如果
的豆类的话，吃的量真的要自己好好斟酌。那每天呢7点到8点15啊，就有 daily discourse。郭英卡老师以前的录影教导大家这个冥想方式是如何，会分享一些故事啊，他的经验。10天的冥想开始呢，让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学东西时就会告诉你这个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郭英卡老师一直跟你说，一切都是要自己经验而来才是真的。郭英卡老师其实他有口音嘛，第1天跟第2天的时候啊，因为真的冥想好累，就有点听不太懂，然后又看不太到字幕，就会开始打瞌睡。第1天到第2天的脑袋在冥想的时候，有好多东西会蹦出来，所有家人的事情，觉得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很想要把这些想法赶快挥出去，越想把他们挥走，他们越不会离开。每次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回到冥想指示，你要做什么就好了。抗拒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执念，就会让你自己很难放下这些想法。但是我到第3天的时候，又有想法蹦出来，很清楚的在心里知道这个不是现在可以处理的事情，想这些东西也没有用，马上就把它放掉。那第3天也是我第一次最专注的时候，可以1个小时都不用看表。第4天开始一寸一寸的扫描身体，一直感受的时候，你要一直扫描嘛。我跟你讲，扫描的时候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就一直睡着，让我觉得很困扰。到底怎么可以这么不认真？都来这边了，还浪费时间在那边打瞌睡。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感觉到底是我想出来的感觉，还是我身体真的感觉到这样的感觉？就是心里超级多问号。隔天呢，认真的平静练习，解开这个疑惑了。因为你真的感受到身体的时候，并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好好的去练习，去经验它的时候，那时候头脑就不需要再分析这感觉是真的还假的，因为你自己身体真的感受到了，这不是能用脑袋逻辑去理解的事情。到了下午，发生了一件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下午2点半到3点半之间，坐在集中冥想的地方，到一半的时候，一直有很反胃的感觉，不用担心，不是怀孕，但是我还是有撑完那个1个小时，冲回房间就稍微喝个水，没有好转，就直接死在房间里面。内观中心男生跟女生都会各有个 manager， 他的角色有点像在帮你处理这10天的住宿上、吃东西上的问题，他就来关心我，看我的状态，他还给我热水袋，拿了一杯 ginger tea 给我。那一天他给我 ginger tea 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 tea time 不是只有给你茶包而已，给你一些他们煮的茶。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反胃，让我超级问号。我在这边睡得好，吃的也很健康，虽然我蛮常胃痛的，但是到反胃的程度是很少的。吃饱饭的时段是可以跟老师约 interview 的时间，可以问自己的冥想状态的一些问题。那老师就有说到，可能是你累积的深层的身心反应呢，开始浮现出来，马上联想到我很容易胃痛，容易焦虑、紧张，常常也会呼吸不过来。原来是之前胃部真的储存很多没有处理的情绪啊，这些情绪可能不是你脑袋去理解就能知道的东西。那第7天身体扫描的那种感知能力越来越强，开始会有那种电流穿过去的感觉，开始在期待这个感觉，又是一个让自己创造痛苦的一件事情，渴望这种舒畅的感觉，或者是遇到不舒服的感觉，你会想要去抗拒它。那抗拒跟渴望其实都会创造痛苦。发现自己开始期待这件事情，慢慢放下这件事情，从内在一次一次的理解自己。除了理解以外，我觉得很大部分也是给予自己足够的耐心去完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是超级容易自责的人，这10天下来，对自己的耐心完全不一样了。接下来几天，其实自己的状态都维持得蛮好，都可以很专注。在最后一天，为了要让我们跟实际生活好接轨，午餐的时间解禁语可以开始说话。哇，我真的被吓到，因为一开始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你有你自己的名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桌子都并在一起，一进去拿东西的时候，离那些讲话很热络的人稍微有点距离，就连人家讲话也是这几天都没有经历的事情，所以你也要适应，有稍微跟大家对话一下，但是那个讲话的感觉还是没有回来，就跑回自己房间。但是慢慢的到 tea time 到隔天的早餐时间，就慢慢的习惯跟大家聊到天。其中有个女生，常常加完10天之后，她过2、3个月之后报比较久的内观，她已经在里面待了20天都没有出来。还有一个印度人，在印度参加过
好多次，来加拿大也有参加过好多次。这整个冥想课程给我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让心变得更专注，头脑变得更清晰，更不会随意被别人影响。因为呢，你在这几天练习，其实就是有练习平等心，练习无常这件事情。那无常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都有做身体扫描吗？你身体扫描的时候，你就是去感觉身体上每一个不同的 sensation， 每一刻每秒都是一直在变动的。你会发现所有的日常事物都是无常的，没有必要去对它有负面的感觉，或是积极的渴望。真正的经验这种无常之后啊，在日常生活的动能更好。做任何事情呢，不是因为别人，也不是因为自己渴望，而是觉得可以服务到别人，单纯的去做这件事情。开始发现自己可以不用做事情前去想结果，这是我一直以来很大的诟病。就像我以前学化妆啊，当下是觉得外在对我的影响让我没有办法持续，但更大的部分是自己觉得我可能达不到那样的完美，或是那样的目标，一直在想结果，就停止前进了。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好希望自己可以再年轻一点，去学习到这样的冥想，是不是看世界的方式会更不一样，可能就不会有前那么严重的忧郁了。再来，如果你想减肥的话，这个结果是我还蛮意想不到的。内观的时候，你所有事情都是能专注的做。吃东西的时候，原本感知能力这样子，想完之后，我的感知能力差不多是现在这样。吃东西进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肚子满到哪里。以前就很常吃过饱，现在真的不会吃多，吃到觉得哦有饱，肚子有东西就觉得 OK。再来是我以前有一个超不好的坏习惯，喜欢看剧配泡面，这个两个好像是我的固定行程，超级喜欢这个娱乐。看剧吃泡面，然后吃超快，就10分钟吃完。看剧也会一集又一集的拼命追，然后像最近大家不是一直说一个韩剧很好看吗？去的我一定会马上开来看，现在就会觉得清楚的知道日常生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思绪非常的清晰，会像以前一样就很没有自制力，就说哦我一定要马上看那个什么剧。这个部分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追剧追太夸张，生活会有一点瘫痪掉。这部分能理解的人就能理解。而且吃泡面这件事情真的会变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回来我还是有吃一次泡面，但那一次吃完完全没有让我欲罢不能，吃完之后觉得味道很好，但是不会再去渴望它。还有最后一个收获，我觉得是蛮妙的。这10天内观完之后啊，我竟然出来的时候，我就对 Christian 说，觉得我好像准备好我可以有小孩了，应该说我的心态 OK 了，因为自己忧郁的情绪时不时还是会一直出来嘛，觉得我没办法有小孩。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把这个忧郁呢传给他，经历这10天内观，看待生命的方式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变得很不一样。终于觉得忧郁有一个解，我的生命可以再往前前进了。那以上呢就是我10天内观的冥想心得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